近日，三国谍战剧风起陇西里，后主刘禅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。其实，剧中对刘禅琢磨并不多，且出场时他或以背影示人，或隐藏于帷幕之后，只显露出一个模糊的面孔。但这一形象已经与我们常见的愚蠢、蛮憨、有点弱智的刘禅有着不小的差别。剧中的许多剧情甚至还在给观众透露这样一个信息：刘禅并不昏聩，他反而更像一个隐藏在幕后、心机深重的布局者。千百年来，刘禅的身上始终贴着乐不思蜀的标签，顶着扶不起的阿斗的帽子，成为群嘲的对象。但事实上，刘禅被误会了千年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当曹操、刘备、孙策等开国君主去世后，权力交接时，总会发生一些动荡。如曹操刚一去世，就有臧霸所部及青州兵作鸟兽散；刘备病逝前后，汉家太守黄元等先后叛乱；孙权即位之初，也有庐江李树、宗室孙皓之叛。如何解决叛乱，实现权力过渡，让作壁上观的文武旧臣们心悦诚服，考验着新君的智慧与能力。刘禅即位时只有17岁，比孙权即位时的年龄还要小2岁。当时蜀汉政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，正如诸葛亮所说：“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。”在这样的特殊时期，刘禅决定将朝政全部交给诸葛亮，尽管这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刘备托孤于丞相亮、尚书令李严为父的临终安排。从诸葛亮在刘禅即位后相继开府、领州牧，亲率大军南征，而同为托孤重臣的李严则被孤立在江州，远离政治中心，连权力都被逐渐褫夺，最终在建兴9年因运粮失职为诸葛亮弹劾，废为庶人。在一些人眼里，后主刘禅的处境犹如汉献帝刘协，诸葛亮就像是曹操。但后主刘禅并非任人摆布，因为这恰恰是刘禅自己选择的最符合他利益的道路。早在荆州时期，刘禅与诸葛亮就建立了深刻的互信关系。建安12年，诸葛亮出山，刘禅诞生，将这两个年龄相差26岁的人被历史的偶然绑在一起。刘禅出生之后，刘备常在外征战，而诸葛亮负责镇抚后方，也自然成了刘禅的男妈妈。诸葛亮陪伴刘禅的时间要远多于刘备。《出师表》的谆谆教导，不断出现的宜什么不宜什么，以至于后人读起来会觉得它更像一篇诫子书。更重要的是，诸葛亮始终在维护刘禅的唯一合法继承人的地位。刘禅并非刘备的嫡子，他的生母甘夫人是以妾室的身份去世。刘备之后又出于政治联姻的需要，先后娶孙、吴二夫人为正妻，因此刘禅的继承人地位并不稳固。诸葛亮为此做了2件事：一是劝刘备杀了养子刘封，为刘禅的即位扫清障碍；二是亲自担任刘禅的学业老师，在公务繁忙之余，亲手抄写申、韩、管子、六韬等刑名法家之书，并且不遗余力对刘备大赞刘禅的才能。刘备在永安崩殂后，主持政事的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刘禅生母甘夫人追谥为皇后，与刘备合葬惠陵，解决了刘禅10余年来庶子身份的尴尬。此后，刘禅放手将权力交给诸葛亮，并且极力在朝堂上偏袒维护诸葛亮，而诸葛亮也只有不断北伐，鞠躬尽瘁，才能展现出自己的忠诚，以及自己对刘禅的军权绝无威胁之感。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，它建立在蜀汉的生存危机，以及诸葛亮与刘禅超越君臣、近乎父子情的信任之上。当建兴12年，诸葛亮与武状元去世后，这一模式便不能复制。28岁的刘禅已非幼主，他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，将权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。其一是废止了丞相一职。蜀汉的丞相是为诸葛亮量身打造的，之所以没有像曹操的丞相那样成为篡位的工具，是因为有诸葛亮的绝对忠诚作为保证。而诸葛亮之后，刘禅无法信任任何一位诸葛亮的继任者，于是干脆将丞相悬置。蒋琬最终官至大司马，后来的费祎将为最高旨担任大将军。蜀汉首席大臣的官位一再被降格，这折射着刘禅对朝臣的控制力不断加大。刘禅做的第2件事是弱化辅臣开府的权力。诸葛亮的丞相府体系十分庞大，囊括了蜀汉当时几乎全部的精英人才，
这让汉中的襄府俨然成为蜀汉真正的政令中心。诸葛亮去世后，刘禅通过一系列人事调动切断汉中与首辅大臣的联系。总之，成都之外再也不可能出现第二朝廷。第三，则是在人事安排上呈现出更多刘禅的主见。诸葛亮死后，蒋琬、费祎、董允先后担任蜀汉尚书令，是蜀汉庶政的实际执掌者。他们都是诸葛亮培养起来的真良死节之士，无论从能力还是从忠诚度来说，都是不二人选。出于对诸葛亮遗愿的尊重，刘禅默许了这一人事安排，但很难说刘禅与蒋、费、董关系融洽。如董允在担任侍中时就曾严厉阻止刘禅采纳美女以充后宫的想法，让刘禅十分不满。董允去世后，刘禅提拔亲信陈芝为侍中，后又迁为尚书令。陈芝是一个没有荆州系背景，反而带有一定东周系色彩的政治新人，也是刘禅真正的自己人。刘禅对陈芝的重用，凸显了他对荆州系长期掌握实权的不满，在蜀汉朝堂上巧妙实施平衡之术。陈芝执掌尚书台长达8年，他死后，刘禅痛哭流涕，并为他追谥忠侯。姜维地位的提升也出自刘禅的意图。《三国演义》将姜维描述为诸葛亮以平生所学相授之人，但实际上，姜维作为一员降将，在诸葛亮时期地位不高，还远远达不到接班的资格。然而，正因为他降将的身份，让他在蜀汉内部成为一个政治素人，毫无根基与派系色彩，反而更容易受到刘禅的信赖。因此，在蒋琬卒后，刘禅就将姜维拔擢为卫将军，与费祎共录尚书事。姜维与费祎在北伐之事上长期存在争执，让姜维与费祎互相制约，这正是刘禅希望看到的结果。费祎被刺，舆论汹汹，姜维是最大的嫌疑者。但刘禅不仅毫不追究，反而放手让姜维重启大规模的北伐。此后，姜维无遂不争，这是姜维向刘禅效忠的方式，也是姜维让刘禅放心的唯一途径。因为只有手握重兵的大将不遗余力的对外征伐，他才没有任何机会干预朝政，威胁君主的地位。于是，从延熙16年开始，姜维与刘禅建立了新的君臣默契。姜维主掌征伐，而国中之事则全部集中在刘禅手中。自古而来，在内部对国君权力构成威胁的力量无外乎3者：权臣、外戚与宗室。通过上述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手段，刘禅在亲政之后消除了权臣专权的土壤，蜀汉一般文武不仅能够各尽其用，且权力彼此钳制，无法威胁皇权。蜀汉外戚、宗室也势单力薄，且在刘禅的压制之下始终无法独大。反观曹魏，政失于权臣，主君沦为司马氏的傀儡。再看东吴，自孙权晚期就陷入无穷的内斗，权臣与宗室血腥搏杀。魏吴的少主们与稳坐成都宫中40年的刘禅相比，可谓是相形见绌。当然，刘禅并不具备一个中兴之主的能力，他亲政之后，也只能表面维持蜀汉的局势，而不可能实现兴复汉室这个遥远而缥缈的目标。平心而论，他只能算是一个中庸的守成之君，在蜀地安逸之风的浸润之下，他的意志也随着岁月慢慢消磨，直至在陈芝死后，他宠信皇号，猜忌姜维，走上了东汉衰亡的老路。随着延熙元年邓艾偷渡阴平，直抵成都城下，刘禅放弃抵抗，献城归降。在蜀地待久了的统治者都有了一种认命的思想，与其拼死抵抗，不如顺势而为。当年的刘璋如此，整整50年后，刘禅亦是如此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对刘禅这样评价：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，或燕树则为昏安之后，传曰素丝无常，为所染之，信矣哉。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。刘禅就是一个平庸之人，只是不幸生在帝王之家，不幸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乱世之中，从而不幸成了千古以来昏君的代名词。